去禀告陛下，副楚州查案使团回京述职。 陛下，陛下，赴楚州查案的使团回来了。参见。哎呀，哟，看看，陛下钓了这么大一条鱼啊！哎，陛下，慢些慢些。哎，哎呀，来。朕问过内阁了，从未收到过你们的文书，不懂规矩了啊！陛下，楚州城的现状无法传递文书。你怎会在此？身为楚州布政使，未经朝廷允许，竟敢私自进京？楚州城没了，我这个楚州布政使名存实亡啊！楚州总兵镇北王为了晋升二品，勾结巫神教，俘虏楚州百姓38万。臣上书弹劾镇北王，请陛下为无辜惨死的百姓做主，严惩镇北王。臣上书弹劾镇北王。臣复议。臣复议。镇北王，如今何在？镇北王已伏诛。朕再问你，镇北王何在？镇北王死了。不可能！骗朕！这绝不可能！都在骗朕！他人呢？他人呢？陛下，当心龙体！来人，快保护陛下！陛下，当心龙体啊！陛下，当心龙体！
皇帝陛下一定要保重龙体，不可过度悲伤。须知情深不寿。楚州的百姓要是知道您为他们如此悲伤，九泉之下也该欣慰。镇北王屠戮楚州城百姓38万，饲养愚公，但他死了，他的罪名却没有坐实，该如何处置？皆由陛下定夺，臣毫无异议。滚！让你滚！陛下准备何时交给天下？你当真以为朕不敢杀你，是吗？现在就杀了你！陛下！陛下！是不是连你一起杀？朕的家人都已经被杀绝了。都滚！陛下保重龙体，臣先告退。许谦，你不懂规矩吗？魏先回衙门述职，请魏公责罚。勘察。是。关于楚州的事，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有。在三黄县时，有一个叫彩儿的探子给了我错误的情报，找个借口支开你而已。楚州城太过凶险，你去了羊入虎口。我曾差李妙珍帮我把屠城的消息散布给魁祖，可事后他告诉我，还没来得及散布，魁祖就兵临楚州城下。时机已到，等不了他。魏公，你早就知道镇北王屠的是楚州产，
魏公怎么知道？猜的。猜的。早在使团出发之前，镇北王就向朝廷借走了镇国剑。他为什么要借走镇国剑呢？为了抵御北方的战乱。北方的战乱一直都有啊。他是担心金丹姓氏，魁族大军压境，到时候他控制不好局势，所以借镇国剑之力压制魁族。镇北王真是机关算尽啊，但是他千算万算，没有算到一个神秘的高手从天而降，轻而易举地扭转了局势，令他满盘尽输。当初让你去取大荒石遗，也是为了让你有自保之力啊。可是魏公，当时情势如此，你做的没错，只是镇北王不是非要死在楚州。镇北王本欲突破2品，若真是到那个时候，谁还收拾得了他？他突破不了2品，王妃已经被你提前截胡了。您都知道了。镇北王若是成为赢家，吞噬金丹，成为3品大圆满，下一步一定是攻打魁族，甚至是无神教，让他们和镇北王交恶，既是驱虎吞狼，也是让群狼噬虎。在战场上，可以惩罚他们的法子实在是太多了。等到各自其用之后，再除掉不迟。可是魏公，若是事后再追究镇北王的罪行，这一切还有意义吗？意义不同，但是风险却很小，结果更是一样，都会还楚州百姓一个公道。许七安，你要记住，善谋者须隐忍。你这次是侥幸没有暴露自己，如果一直逞匹夫之勇，虽一时爽利，你失去的会更多。卑职明白了。你们把镇北王的尸骨带回了京城，后续打算如何呀？给镇北王定罪，还楚州百姓一个公道。朝堂之事你不在行，这件事不要再管了。魏公这是何意？绝世天骄许七安，面如冠玉，飘然若仙，身长8尺9尺。是。洞察秋毫，断案如神，常能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。乃至云州叛军汹涌来袭，巡逻一人独挡数10万叛军，险些生死他乡。哎，等等，数百万啊，是。公主，这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？之前是1亿敌千，1亿敌万，后来变成1亿敌10万，这现在倒好，直接数百万了。这恐怕咱们整个云州都没有这么多人呢。这有什么嘛？我为的是帮许七安宣扬功绩，树立威信，数目当然越大越好了。可是那也得符合实际吧？这确实太夸张了。不夸张怎么帮得上他？你想，他此番去楚州查案，必定左右为难。况且，他又只是个子爵，有我们在后边帮他造势，一来呢，可以减少潜在阻碍；二来，就算他查不出什么，父皇怪罪下来，那全天下的人都会帮他说话的。公主，您对许大人
可真是尽心尽力。因为他是我的好客亲啊。再说了，相隔万里，他都特地送了我礼物，本宫当然要投桃报李了。就那么一块黄油玉，您都送给他家人多少东西了？礼轻情意重，懂什么？对了，你们记得把许西安的诗附录在后边，然后找人润色誊写，复写签份，分发到城池内外的大小驿站。是。公主，公主，公主，慌慌张张的跑什么？使团回来了。真的？你为何没提前得到消息啊？这不可能啊！各地方我都打点过了，他们一回来，我第一时间就能得到消息的。小玄子，怎么回事？他们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奴才也不清楚，只知道使团回来第一时间面见了陛下，陛下龙颜大怒，回御书房闭门不出。方才贵妃娘娘携太子以前去探望了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游山五岳，东道主，庸书百城，王首府，万人丛中，一握手，使我衣袖，3年香。此诗如何？还请首府大人不吝赐教。不妥。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。这一句如何？请首府大人赐教。首府大人来了。参见首府大人。不用拜了，首府大人没有来。看来首府大人还是对我成见颇深，至今不愿相见。今日的诗会，弟得本欲到场的，人都出门了。却遇到了从楚州回来的使团。使团？使团回来了？但是大哥怎么没有差人通信呢？出事了。出什么事了？滚开！开门！我们要觐见！我们要觐见！王子。二郎，你尽管畅所欲言。此举虽然会得罪陛下，但却是你真正扬名立万的良机。思墨，我此行并非为了扬名。陛下有令，尔等若还敢擅闯皇宫，格杀勿论。身为亲王屠杀百姓，怀王当贬为庶民，给天下一个交代。臣为王，屠杀百姓所有余辜，我们定要为楚州百姓伸冤。二等闪开！蜀上有耻，人而无耻，人若无耻，不死何待？皇亦有体，王而无礼，王若无礼，国之将覆。今闻怀王为一己之私，屠城灭种，吾知承比娘之妃月姑来此。歇言书生百无用，不曾挥刃相于树。
尔等百战着金甲，岂敢持歌对王文？备在楚州数万万，生民百里不一。但使白骨还复生，宁不泣血问苍苍？徐大人，忍忍嗓。不许再骂了！不许再骂了！简直是放肆！大凤立国600年，何曾有你这种堵在门外，谩骂一骂就是2个时辰？公公莫要与我说话，本人罪忌无稽之谈。你，来人，把他给我拿下！非要不可，非要不可！怎么，你也要拿下我吗？见过首府大人。杨有德在。陛下可愿相见？陛下回话，只见您一人，其余人等速速退去，不得笑拒宫门。有劳王大人。请首府大人。哼，回。首府大人，稍后。首府大人久等。公公，陛下大人，陛下悲伤难耐，心绪不佳，便不见您了。首府大人，陛下需要时间冷静。您知道，怀王是他的胞弟，从小陛下跟怀王的感情甚笃。如今怀王冷不丁的走了，您说陛下？公公，我知道了。首府大人，还得劳烦您清退门口的官员呢。陛下，臣告退了。陛下，首府大人回去了。群聚宫门的人都有谁呀？回陛下。哼，该来的都来了。这帮狗东西，平日里互相攀咬，那都是在做戏。可恨，可恶，该杀！陛下，还是龙体为重啊。魏渊来了吗？回陛下，没看见。把没来的人都记下来，往后几天同样如此。是。
郑大人，您当真要出驿站？大哥放心，而今镇北王屠城事件将郑大人推到了风口浪尖上，就算是陛下，也不会在这个时候行不智之举，会引众怒的。须知，滚滚大事不可硬扛。徐云罗，你这位堂弟倒是目光如炬，说的甚是啊。就凭这荣辱不惊的风姿，将来必定前程锦绣啊！他倒让我想起了魏公当年的风华。不必担心，驿站里住进了一伙打更人，你明白的。告辞。郑大人是个可怜人，元景19年的进士。听老师们说，此人父亲早亡，寡母含辛茹苦把他养大，好不容易送到国子监，中了进士，结果自己因为多年辛劳，损伤了身体，还没等到儿子衣锦还乡，便去世了。而后因体恤百姓，想为民做主，主动请缨去了楚州。他在楚州经营了20年，大半个人生都留在那儿了，结果一夜之间化为尘土。20年风雨，半生红叶，说已枯骨平了。不说这个了，怎么样啊？和王姑娘进行在哪一步了？大哥自重，有辱斯文啊！此情此景，我不想聊这个。说说嘛，大哥想你了，多久没见了呀？我不想你啊。牵没牵手？拥抱没拥抱？不说。我不在这段日子，有没有惹你娘生气啊？我从来没有惹过她生气。大哥比较容易惹娘生气。你小兔崽子，你回来不早点说！哎呀，把我这忙得手忙脚乱的，有没有几个菜啊？烫死了，烫死了！大哥回来啦！快，你大哥！哎呀，还有几个菜，我再去拿一下。哎妹，你别忙活了。哎，宁爷，怎么感觉这次回来有些变得不一样啊？哪儿不一样了？这行走间四肢的协调程度，还有发力方式都变得更好了，是不是有高人指点呀？哎呀，相公啊，别说话了，你让大郎好好吃饭。好。哎呀，婶婶，我不在的这段日子，二叔对你不错呀。这镯子闪得我都快睁不开眼了。你还像那许平志，你有那心思吗？吃菜。我二叔送的。完了，二叔，你看看，有情敌了。哎，小兔崽子瞎说什么呀？哎呀，这个是我这未来的儿媳妇送的。哎啊，侄，哎不是，等会儿，侄媳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是宁安姐姐，宁安姐姐最好了，每天都给我买不同口味的酸辣，我太吃啦。宁安啊，大哥不在这段日子，临安公主隔3差5就会派人来送些礼物。爹爹身上那把金刀就是临安公主派人昨天送来的。还说呢，那宝贝的，昨天晚上就搂着他那把刀睡，也不搂着我睡了。哎，说起来，临安公主每日都会派人来问大哥何时返程，怎么今天没来？哎，对呀，嫂子肯定是藏起来了，出来吧。没有吧？哥哥，您的菜好了，没有啊？又是素面，你就不能给我吃点别的？哎，你吃我的，喝我的，还在这挑3拣4。不好吃。
我跟你说，要不是许七安一再叮嘱我，让我把你安全带回京城，我真想给你扔土匪窝子里自生自灭。反正要进城了，到时候我自然会把欠你的还清。公主，陛下不会见您的。父皇不见我，我就跪到天明。莲安，听啥了呀？先跟我回去，听话。母妃，您从小便教导我，君子不逾人，不欺己。儿臣虽不成器，却也时刻牢记这道理。今日皇叔屠城也，闹得沸沸扬扬，百官谏言，父皇却避而不见。身为皇，我不能袖手旁观。闭嘴！哎呀，回你的少阴宫好好待着。或者回你宫外的住所也行，总之不要打听，更不要过问此事，听话啊！快把公主给我带走。母妃，公主惦念陛下等你，于此长跪祈安，鸡头难立，快送她回宫休息。这楚州出大事了。今日百官在皇城闹事，传的是沸沸扬扬啊！出大事了？出什么大事了？你妇道人家，打听这么多干什么？大风竟然有这样的畜生！走，我们进去吧。怪不得你们此次返京如此突然。郑大人定不允许镇北王以亲王的身份安葬，也不允许以大封护国神将的名头流传后世。大哥，情况似乎有些不对。陛下潜心修道多年，帝王之心日渐萎略，今日竟然在你们面前龙颜大怒，仪态尽失，这还是我们的陛下吗？现在就杀了你！陛下！确实，你别忘了，阙永修潜逃，镇北王的密探也逃了。这些人会不会把镇北王陨落的消息带回京？也许在你们踌躇满志的时候，陛下已经暗中筹划如何应对此事。所谓的仪态尽失，会不会也只是示弱于人？若真是如此，使团欲打他一个措手不及的计划，从一开始便是失败的。即便这只是我的猜想，但我还是要提醒你，咱们这位陛下玩了这么多年权术，若是认真起来，朝堂之上恐怕没有人是他的对手。辞旧觉得，这仗应该怎么打？既然我能想到，想必那些大人物应该也有所察觉。明日，我继续在宫门前叫马，试探陛下的意图。若是陛下真如我们所料，不出3日，必有动作。但我现在人卑言轻，上不了朝堂。不过我依然可以在外围发力。但是真正的主力战场，还是要交给魏公、正不正史，以及那些为名为利，或许心中还残存正义的诸侯们啊。听说镇北王死在北境了，此乃天赐良机，你却把我关在地底。明明应该是我为百姓报仇雪恨，千里追击，斩杀吉利之功。一想到此，我这全身的毛发都要炸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是那个神秘高手
为什么鉴证老师我？不过，想想许宁燕那小子也没有出着风头，我这心里舒坦多了。这小子躲我鸡眼，非常可恨。想必他在楚州也是看着那神秘高手纵横捭阖，心里也是羡慕得很吧？哼！老师是感到羞愧了吗？哎呀，不是用法术了！传送阵起，落，再起！哎呀！能够见到老师动怒，真是三生有幸。聂图里，长公主见笑了。使团进京，父皇震怒，眼下情形少不了血雨腥风，不知这一切该如何收场。哎，一切悉归天数，长公主切莫担心。只不过，事情越发有趣了。镇北王已死，天下将乱。有些人呢，只怕做梦都要笑醒了。恭喜大功将成，时机未到。寅时5更，日升天下。去报，宫中有刺客。传令，禁军即可入宫护驾，封闭后宫，保护皇后。陛下有旨，将东西送往诸公府邸，将诸公的反应、言辞仔细记录在案。是。俗话说，不在其位不谋其事。徐公子不过是云麓书院的一名学子，如何得知天子之私？岂有此理！怀王突城案，诸公是何态度？回陛下，除了宫门口的那几位，剩下就是少数的几位大人，其余的都表态了。郑兴怀呢？听闻正不正使日日当街阔论，四处联络百官，只是见他者寥寥无几。朝堂之上，也就魏渊和王真文有点意思，其他人都差了些。通知内阁即刻上朝商讨怀王屠城案。是。通知内阁即刻上朝商讨怀王屠城案。是。李安，何事如此着急？哥哥，父皇他不会承认，他不会承认皇叔就是屠杀楚州百姓的真凶的，对不对？哥哥，你一个女儿家，不要过问此事。
小雪环境不好吗？她都不过问。为什么？皇叔屠城不是铁铮铮的事实吗？住口！丽亚，父皇喜欢你，是因为你嘴甜，是因为你不过问朝政。如今你怎么变了？你插手此事，是不是因为那个许七安？是他怂恿你的，对不对？真的不是他，这几日我都没见他。我不敢见他，更没脸见他。怀王他是我亲叔叔，他在楚州犯下此等暴行，同为皇室，我怎能撇清干系？所以，今日你叫我过来，是想让我向父皇谏言吗？父皇连你都不肯见，又怎会见我？李安，朝堂上没有对错，只有利益得失，且不说我出面有没有用。我是太子，是必须要跟勋贵、宗亲站在一起的人。你是个公主，没人在乎你做了什么。你若是皇子，就凭你刚才说的话，就已经无缘皇位了。可是他杀了那么多人，那么多人，不该付出代价吗？不然谁还敬重我们大凤皇室？谁还敬重大凤王法？这样的事情以前很多，现在不少，将来也会继续。父皇一旦有了自己的想法，谁都改变不了。在上妹，父皇的龙翼下是尸山血海呀！我们再不来，大凤皇室600年的名声，怕是要毁在你们的身上了。老王爷，镇北王屠戮楚州城，楚州城38万冤魂需要一个交代，我大凤万千子民需要一个交代。哼，林渊关战役后，镇北王奉命北上，为朝廷戍守边关，可他已经伏法，难道连他的身后名都不放过吗？功过不相抵呀，陛下。怀王之前有功是事实，而今他犯了10恶不赦的大罪也是事实，理应严惩。启禀陛下，王真文当众诋毁亲王，是死罪啊！此事还望诸王三思而行。区阉人，若非陛下慧眼给你机会，今日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臣感恩陛下的厚爱，然若真是为了皇室名声着想，诸王便不应该遮掩此事。昨日云麓书院的3位大儒欲进京痛斥陛下，让臣拦住了。他们言，今日怀王屠杀楚州城百姓，他日云麓书院便会将此事记入史册，传于后世。包括今日在殿上诸王遮蔽之举，都会1五1十刻在史书上。厉王一生锋芒尽显，学识渊博，是皇室宗亲的楷模，也是天下读书人的典范。难不成真要为了遮掩之举，让云麓书院记上一笔，
遗臭后世吗？你敢威胁本王？你想造反吗？谏言何时成了威胁？你们，哼！陛下，臣有一言。据司慕说，陛下今日忽而上朝，商讨怀王屠城案，怎么样？什么结果？诸公们都吃了鳖，但是陛下也没讨到好处。本以为会是一场长久的拉锯战，可谁曾想到曹国公竟然出列，振臂高呼：“陛下，这些年来，朝廷内忧外患，民生艰难，各地赋税年年拖欠。尽管陛下不停地减免赋税，与民休息，但百姓依旧怨声载道。至此时期，若是再传出镇北王屠城惨案，天下百姓将如何看待朝廷？乡绅胥吏又该如何看待朝廷？那他们会不会认为朝廷已经朽烂，于是更加变本加厉，搜刮民脂民膏，更加肆无忌惮？混账！你是在说朕是个昏君？满堂诸公皆是昏聩之人。臣不敢。可眼下诸公们所做的，不就是这等昏聩之事吗？诸公口口声声嚷着要为百姓伸冤，即可定罪，可曾有人考虑过大局？诸公在朝为官，难道不知道朝廷的颜面也就是尔等的颜面？可镇北王，他的确是错了呀。陛下，镇北王他已经死了。死了便可以抹掉所有的事情吗？可以。楚州经受魁族祸乱已久，如今已成废墟。魁族攻陷城池，镇北王拼死抵抗，独斗魁族首领，并斩杀了吉利之谷，为大奉守国门，甚至到最后一刻，城破人亡，壮烈殉国。此战之后，楚州将迎来10几年，乃至数十年的和平。陛下，镇北王死得其所，他才是大奉的英雄。陛下。曹国公，你们难道忘了，目睹这一切的不是只有本官，还有使团众人，还有楚州2万将士，以及知道此事的京城万千百姓。你们躲得住这些悠悠众口吗？啊！用朝廷和皇室的颜面动之以情，用杀魁族的结局晓之以理。虽然楚州城没了，但这一切都是魁族人所为。真是环环相扣，合情又合理。如此一来，楚州城破便不是那么无法接受的事情。所有的一切都归结于战争，归结于魁族。怀王也从屠城凶手，变成了大奉守国门的英雄，甚至还杀了魁族的首领。立下破天功劳。不对，大哥你先说。此计虽然有用，但最多只是让诸公产生忌惮。明眼人一看就能知道，陛下是在做戏。不错，郑大人说的最后一句话是重点。知晓楚州惨案的人千千万万，仅凭自说自话做一出戏，就能堵住天下人悠悠众口了。而且他草蛇灰线，布局已久，他能不知道这个道理吗？难道这一切也只是铺垫？陛下他还有杀招？怀王陨落后，北境便没了擎天之柱。
魁族是兴不起什么风浪来吧？可是，这无神教如果绕道，过了楚州这一关，那便是直奔京城，屠龙了。擎天之柱太高太大了，难以控制，有朝一日坍塌了，害人又害己。哦，是吗？启禀陛下，各宫遣人来报，宫内无人遇险，没有物品失窃。那刺客抓到了没有？回陛下，还不曾。那还不快点去找？是。宫中来了刺客，臣为何未知道？是朕办下了此事，让他们不必声张。只是事发突然，宫中人人自危，连皇后都为此受到了惊吓。还是要尽快抓住这个刺客呀！早些让此事平息，皇后也就不必担惊受怕了。陛下的棋艺真是越发的精湛了。这便认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再来。退朝！恭送陛下。陛下，朕罚了，你也罚了。臣恳请陛下为镇鬼王定罪。郑大人，郑大人，请留步。郑大人，你私自离开楚州，进京告状，自以为携大事而来，又可曾想到会是今日呢？不如本官给你指条明路。哎，郑大人，如今楚州城百废待兴，你该留在楚州，重建楚州城。至于京中的事儿，就别掺和了，这也是陛下的意思，啊！儿无言，无奈而何？老家伙，不识抬举。经查结束时，郑大人回京述职。本座曾经跟郑大人见过一面，记得那时，您虽然头发花白，精气神却好得很呐。魏公也打算放弃了吗？
许七安，我很欣赏。我认为他是一个天生的武夫，只是脾气秉性真是令人头疼啊。我对他说：“你如果在官场上摸爬滚打，要有三思：思危、思退、思变。做事之前，要明白其中的后果，晓得其中的道理。”权衡利弊之后，再决定做或者不做。如果滚滚大事不能阻挡，要思退，避其锋芒。可是许七安这小子跟我说：“魏公，您说的道理我都懂，但是我不管。”哼。粗鄙的武夫！你让魏公说出“粗鄙”二字，正说明魏公对他也无可奈何呀。只有退让了，才安全；安全了，才能思谋如何改变局势。大事尚有转圜的余地。郑大人，不如避其锋芒，徐徐图之。本官楚州布政使郑兴怀求见王首府。首府大人正在见贵客，一时半会儿也脱不开身，真不正式，还是请回吧。啊。兵不及时征服。是。许大人，郑大人，抱歉，让许大人失望了。今日这般热闹，今日是端午，
我今日去找魏公了。我今日也找了魏公。石大人，不如我请你吃一碗阳春面。袁大人，我不饿。我饿。哎呦，这阳春面是江南特色，我自小爱吃，你也尝尝。我今日拜访了6部9卿各司衙门，好在魏公见了我一面，不然我这老脸都不知道往哪儿搁。诸公皆在观望。我明白了。甄大人，之后有什么打算？许大人认为呢？我老家有一个故事，流传甚广，叫做龟兔赛跑。我想讲给甄大人听一下。请讲。这个兔子和乌龟赛跑，兔子跑得快，把乌龟远远落在后面。但这个兔子呢，仗着自己跑得快，便轻慢比赛，决定先睡一会儿再起来跑。但这个乌龟，它爬呀爬呀爬，爬呀爬呀爬，一刻它都没停过。等这个兔子醒来的时候呢，乌龟已经到了终点。这乌龟虽然跑得慢啊，但总会到终点。魏公说的三思，甄大人何不考虑一下？避其锋芒，取取兔之。沈大人，我也有一个故事要讲给你听。请讲。昔日有一个书生，年纪轻轻，竟是及第入了翰林。怀着满腔热血，而立之年，赴任楚州。世人皆以为他是体恤百姓，主动请缨。其实不然，他是得罪了当时的首辅，才被贬到那蛮荒之地呀。起初，他很不喜欢那里，只因贬谪，胸中郁垒，一心只想做出政绩。有朝一日可以返京。那他后来为何没有返京？哎呀，起初他只是图谋政绩，可后来他在那里看到了民生凋零，又在那里看到了民风淳朴，生生不息。他最爱去的那条街，起初也只是因为那里卖一碗阳春面。可后来，他发现街角的馒头铺卖的粗面馒头也有滋有味。他看着西边死了丈夫的寡妇，又嫁了新郎君，又看着街角拖着鼻涕玩耍的稚童逐渐长成，帮着老妇操持起羊肉摊。20多年了，他在那里认识了许多人，走遍了每一条街巷。没有江南的缱绻，没有京师的繁华，可久而久之，那里也成了他的故乡。他决定不走了。这故事里的书生是您吧？我已年过50，到了知命之年，平生早无大志，只想着赡养老母，遗儿弄孙，守楚州城平安。
可一夜之间，楚州城没了，那些人都死了。我也想活得长一头发，我也想徐徐图之，可每天夜里，那些死去的人都会来找我。我是木头，死不得，心难去，地难平。来，历历在目，生生祝怀。徐徐图之，你试试痛。可是我停不下来。大人可要买些核丹，放在水里许愿，便能祈求老天保佑，心想事成。来一个吧。给你。多谢大人。在哪人？心想事成。心想事成。内阁那边最近有什么动静啊？回陛下，首辅大人没有见客。魏渊呢？前日散朝后，正部正使去了一趟打更人衙门，魏公见了。在这之后，两人就没有再交集。他们都是聪明人，不见郑兴怀，是想给他一条退路。只不过这个魏渊呢，更不把朕放在眼里呀。郑兴怀呢？回陛下，郑大人就没有听从劝诫。近几日仍是各方奔走，试图蛊惑名流，游说百官，但其他人肯定不见他。诸公们深知圣心。自寻死路。来者何人？退下。本宫在楚州布置会使，护国公却有效。今日我要状告楚州布政使郑兴怀，他杀害镇北王，杀害楚州38万百姓啊！他蒙蔽使团，追杀本宫，目的就是要掩盖他勾结魁族的事实。他陷害镇北王，
诬陷镇北王屠城，罪大恶极呀！陛下，郑兴怀勾结使团追杀本宫，为掩盖勾结回族的事实，就诬陷镇北王屠城，罪大恶极呀！请陛下为臣做主。 为镇北王做主，为楚州的百姓做主，陛下，38万百姓，我没就没了。镇北王啊！竟敢骗朕！可怜我这惨死的38万百姓啊！还有我那惨死的皇帝呀！让大家都看看。是。他竟然骗了朕！太惨了！你们看看，都看看！陛下明鉴！陛下，郑兴怀勾结外敌，害死镇北王，更是颠倒黑白，欺君误国，罪大恶极，当诛九族！我劝过郑兴怀，可惜他是个倔脾气。他要是不倔啊，当年就不会被老首府打发到塞北去。可如今时机未到，怎么就不能再等一等？我派人暗中搜捕阙永修，一直没能找到他。如今他进了宫，此事恐无转圜的余地了。也不然，此前主公顺从于陛下，那是因为镇北王已经死了，而且死不对证。如今阙永修活着回来，事情反倒有了转机。我已经派人去查阙永修了，只要给他定了罪，就能给镇北王定罪。这是我们的机会。阙永修归来，的确让有些人看到了翻案的希望。今日小朝会，陛下屏退你我，就是为了给曹国公等人定下此案。陛下，此事定要彻查。此案关系重大，一定要查个一清二楚。着大理寺彻查此案，曹国公，你来主审。是。朕赐你金牌，即可去客栈捉拿郑兴怀，违者先斩后奏。陛下英明，陛下圣明，陛下圣明。陛下，龙体尉的话，去给朕拿一颗金丹来。是。陛下保重，陛下保重。公公，哎，魏公，守护大人，御书房内现在是何情况了？哎呀，刚散了会，陛下有些乏力，如今尚在小憩，说今日就不见人了。陛下心意已决，已派人去驿站捉拿正不正史司了。积郁成疾，不过也没什么大问题，吃几副药，休养几日便可。
大夫是司天监的吧？嗯。听闻司天监医师医术高绝，监正更是运筹帷幄，可窥天命。哎，我知道你动的是什么心思，也知道许七安托我治你打的是什么主意。不过呢，你要是想见我们老师的话，那就别想了。我们司天监不过问朝堂之事，这是规矩。什么人？谁让你们闯进来的？大人，我出去看一下。我亲自前去。哎，老头你别动，我去就行了。许七安可不想你有什么闪失。多谢姑娘，该面对的，总要自己去面对呀。劳烦姑娘，把这个交给许银罗。奉陛下旨意，捉拿郑兴怀回大理寺问话。郑大人犯了何罪？楚州都指挥使护国公阙永修返京了，他告知了陛下楚州城发生的真相，那便是郑兴怀身为布政使司，勾结魁族，害死镇北王和楚州城的38万百姓。污蔑，全是污蔑！今天谁也带走不了郑大人。哼，无知蝼蚁，不自量力！拿下！银罗李玉春，铜锣宋廷锋，铜锣朱广孝，誓死保护郑大人。铜锣，七品武夫也想阻拦本官，还有区区银罗，杀！那金锣呢？彭远，金罗方无厌，金罗司马钦，金罗吴累，金罗燕明，金罗霍君成，金罗郑律中，金罗南宫倩柔，金罗杨艳。你们皆是朝廷栋梁，前途无量啊！我想为旨抗上，可要想清楚了。与朝堂作对，是何下场？谁敢上前一步，我就让他知道，他会有什么样的下场。打更人。自愿保护郑大人，